没时间在这里和你纠缠。小贝，你是在找死？好，我许你一下。小贝，你是在找死？就在刚刚，顿天才进入大阵，钱锋就对王林展现出了敌意。钱锋对顿天表示自己没有恶意，只是想与王林切磋一番。钱锋对着王林嘲讽道：“曾牛，你可敢与我一战？”王林眉头微皱，但是他还是答应了钱锋挑战。好，我便与你一战。钱锋很满意王林答应他的挑战，大声笑着说：“不愧是杀了李元丰与巨魔族老祖的人，还请多指教。”王林也不跟他废话，在钱锋走出青木的瞬间，右手一拍储物袋，立刻仙剑在手，仙力融入间一斩而下，顿时把对方的言谈打断。他对这钱锋虽说这是第一次见面，但心中却是半点好感均无，一出手便是用出了12分的实力。钱锋目中寒芒一闪，也不见他使用法宝，而是右手向前虚空一点，轰！天际间一声巨响回荡，王林这一斩，仙剑中蕴含着澎湃仙力，威力比寻常攻击强大数倍。而且他暗藏阴招，这一剑所蕴含的仙力已是他目前所能发挥的极限，一剑挥出，威力惊人。钱锋身形急速后退，一直退出100丈之遥，才堪堪卸掉仙剑之力。此刻他不再如先前那般飘逸，双目寒芒闪烁，死死盯着王林手中的仙剑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仙宝。”只见他右手食指微微颤抖，一道鲜血从指尖滑落，整只右臂也失去了知觉。钱锋未曾料到王林一出手便是全力，一剑击退钱锋后，王林立刻张口吐出一道黑芒，右手虚空一握，10亿尊魂幡瞬间出现在他手中。他一挥魂幡，其上的所有魂魄呼啸而出。王林深知以自己的实力难以战胜钱锋，毕竟对方修为已达阴变中期，所以他只能抢先出手，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上亿魂魄涌出，王林目光闪动，口中急呼吞。在这上亿魂魄中有12个主魂，他们狞笑着冲向钱锋。从钱锋走出青木到被上亿魂魄包围，这一切都发生得极快，快到让钱锋有些措手不及。他对王林了解不足，心中还存着轻视之意，否则以他的修为断然不会给王林使用魂幡的机会。在他看来，王林的行为太过卑鄙，以他的身份本应先交谈几句再开战，可王林却打断他的话，趁他出现的瞬间发动攻击，这与偷袭无异。当年他与仙夷族少族长一战，也未曾如此狼狈。这一幕让顿天心中大悦，他哈哈大笑，暗道这曾牛王林化名果然掌握了炼魂宗的精髓，不出手则已，出手就要抢占先机。此时钱锋被上亿魂幡包围，那些魂魄带着强大的冲击力呼啸而来，尤其是那12个主魂对他威胁极大。钱锋脸上的温和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戾气。他一拍储物袋，一把火红色的锥子出现在手中。朱雀锥。顿天眉头一皱，心中暗道：朱雀子对这钱锋确实宠爱有加，否则不会将如此法宝交给他使用。曾牛，这是朱雀子的法宝，属于伪仙宝，威力极大。顿天传音道。王林目光一闪，他本就果断，此刻目中寒芒闪烁，轻声吐出一个字：爆。随着这一字出口，上亿魂魄瞬间自爆，轰轰轰，上亿魂魄同时自爆，威力无穷。钱锋面色大变，二话不说，收起锥子，盘膝而坐，双手掐诀。顿时笼罩整个朱雀大陆的朱雀阵一晃，从朱雀大陆上消失，瞬间出现在钱锋身上。只见他周身青芒如虹，拔地而起，带着巨大的漩涡向四周横扫而去。上亿魂魄自爆产生的强大冲击让青芒剧烈晃动，钱锋也身子一震，喷出一口鲜血。王林暗自叹息，右手一招收回12个主魂。此时朱雀大陆上的阵法消失，他从容地走进朱雀大陆，站在顿天身旁。王林的尊魂幡在收回12主魂后，化作一道黑芒，从他的元神中飞出，融入顿天体内，与真正的10亿尊魂幡融合。王林的虚幻分幡2次未能以全部用完。顿天抬手，目光闪动，随后又放下手。眼下他无法杀死钱锋，钱锋有朱雀阵护身，除非动用第4魂，否则无法破除这守护在一人身上的朱雀奇阵。王林目光平静，仿佛刚才的战斗与他无关。3息过后，钱锋身上的青木消散，他面色阴沉地走出，盯着王林，眼中透出恼怒之色，但很快又将这股愤怒收起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脸上再次恢复温和，强笑道：“曾兄好手段，钱某算是见识了。”好说。王林平淡回应，目光在不远处的丛林稍作停留，轻叹一声，转身离开此地，向着炼魂宗飞去。顿天嘿嘿一笑，看了钱锋一眼，又随意扫了一眼不远处的丛林，然后追上王林，
二人消失在天际。钱锋眼中的愤怒再次涌起，他盯着亡灵消失的方向，握紧拳头，喝道：“红蝶，出来！”一旁的丛林中走出一个身着红衣的女子，她相貌秀美，风姿宜人，但双目却透着茫然与呆滞，好似没有灵魂的木偶。红蝶来到钱锋身旁，钱锋猛地转头，右手点在她的眉心。红蝶身子轻颤，面色越发苍白，生命力飞速流逝。而钱锋的面色则越来越红，体内受魂魄自爆波及的伤势迅速恢复，转眼间便恢复如常。他收回手指，看了一眼指尖上被亡灵飞剑削出的伤口，还有一丝鲜血流出。天干净。他将手指放在红蝶嘴边，红蝶张开小口，轻轻舔弄着他的手指。钱锋看都不看红蝶一眼，继续盯着亡灵消失的方向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亡灵，你敢伤我，你死定了！师尊年纪大了，有些糊涂，怎么会让师妹去收你的道心呢？你的意境是我的，师妹的意境也是我的，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。哼，即便是师尊的意境，若有可能，我也会吞噬掉。这曾牛的尊魂幡太过厉害，遁天老贼也糊涂了，此宝不献给朱雀国，反而给了曾牛。不过这尊魂幡已经被师尊看中，师尊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它弄到手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持有多久。”亡灵与遁天一路疾驰，回到了炼魂宗。炼魂宗内与几个月前他们离开时并无太大变化。回到炼魂宗后，遁天没有歇息，直接带着亡灵进入后山禁地。在禁地，遁天交给亡灵一个储物袋，望着他沉声道：“安心闭关，争取早日应变。有老夫为你护法，只要我不死，绝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你。”亡灵看着遁天，片刻后轻声道：“谢谢。”遁天哈哈一笑，摆手道：“不必谢，你记住答应我的事情就好。”亡灵深吸一口气，认真地说：“前辈放心。”遁天点点头，身子一闪，消失在禁地洞府内。出现在洞府外后，他盘膝坐下，神识散开，静静守护。在他身前，10亿尊魂幡静静飘起。这曾牛倒有魄力，让1亿魂魄自爆。所幸他的只是分幡，都是从主幡上幻化而出。虽说1亿魂魄自爆，但在主幡内并未消亡，只是虚弱而已。否则，老夫定会心痛不已。遁天望着魂幡，眼中露出怀念之色。他的目光不像是在看法宝，更像是在看长辈。炼魂宗历代列祖，晚辈遁天寿元将近，要去见你们了。遁天眼中露出一丝惆怅，轻声说道。他右手点在10亿尊魂幡上，一个鹰变主魂飞出，此主魂慈眉善目，充满仙风道骨之气。遁天望着主魂，轻叹一声，自语道：“师兄，我把尊魂幡交给曾牛，不知是对是错。不过眼下先夷族大战，炼魂宗怕是难以保全。那曾牛日后定会离开朱雀星，让他在其他修真星为我炼魂宗留下一丝余脉，或许这才是你卦象中真正的含义吧。人活一世，不求长存于天地，但求死得其所。我炼魂宗历代列祖均放弃轮回的权利，甘愿抹掉神智成为主魂，我遁天自然也不会落后。师兄，你等我，我们很快就会相聚。”亡灵盘膝坐在禁地洞府内，手中拿着遁天留下的储物袋。他神识一扫，面色变得古怪起来。一路上，他知道遁天搜刮了不少仙玉，但从未亲眼见过。以往各宗派交出的仙玉都被遁天直接收入储物袋。此刻，他看到储物袋内的仙玉数量，不禁心惊。这小小的储物袋内的仙玉，比他在仙界取得的还要多出100倍不止。难怪炼魂宗数万年来出了这么多鹰变修士。亡灵目光一闪，一抖储物袋，大量仙玉落在他四周，洞府内顿时被浓郁的仙气环绕。这只是储物袋内的一部分仙玉。亡灵放好储物袋，闭上眼睛，开始吐纳吸收。仙力疯狂地涌入他体内，不断压缩他丹田内的灵力。这一过程，亡灵已经经历多次，现在吸收仙力冲击鹰变，轻车熟路。随着大量仙力融入，他丹田内的灵力逐渐凝聚，最终形成一个拳头大小的灵球。这个灵球与修士的金丹有些相似，但实际上差距巨大。3日后，亡灵四周的仙玉全部变成灰色，出现裂纹，成为碎末。他没有停顿，再次一拍储物袋，又有大量仙玉飞出落在四周。仙力的吸收从未间断，迅猛地钻入他体内，顺着经脉游走，一边压缩凝练灵力，一边改造他的身体。鹰变的第一步就是让修士的身体彻底脱胎换骨，去掉凡根，拥有适合运转仙力的仙体。实际上，在当年仙界未崩溃时，修士飞升进入仙界，只需在洗灵池内浸泡数月，便可洗去凡根，拥有仙体。但现在，随着仙界破碎，洗灵池失踪，所有修士在鹰变过程中都需要大量仙玉来去掉凡根。当身体真正去掉凡根后，便完成了鹰变的第一步。而第二步则是元神凝实，由虚幻变为实体。虽然凝实后的元神仍无法取代肉身，
但却比以往强大无数倍，更有了自保之力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元婴如同婴儿，元神如同少年，而鹰变则是一种神奇的蜕变，让婴儿成长为壮年，手中还拥有武器，远非元神可比。司徒南的元婴巨大，这便是鹰变期的表现。只有突破问鼎，达到另一个层次，才会有新的变化。但那个层次对王林来说太过遥远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储物袋内的仙玉已有一大半被王林吸收，他四周堆积着一圈圈仙玉碎裂的痕迹。这一日，他丹田内的灵力球咔的一声碎裂，瞬间产生强大的吸力，眨眼间便将他体内的所有仙力吸收进去，甚至他四周刚拿出的仙玉也瞬间崩溃，仙力疯狂涌入，顺着他的身体被吸入裂缝。渐渐的，灵力球的颜色从青色变为金色。王林一直保持着清醒，他看着体内的变化，内心平静，仿佛在看别人的事情。少顷，当所有仙力被裂缝吸收后，灵力球完全变成金色。此刻，若将它从体内取出，普通人很难看出与金丹的区别。就在这时，金球突然一震，其上的碎裂纹路越来越多，最终轰然一声巨响，金球碎裂，大量仙力狂猛宣泄而出。王林的元神被这股力量冲击，从体内震出3尺，想要回归时，体内却出现一股大力阻止他进入。王林的元神飘在肉身上空，向下望去，能清楚看到肉身体内的一切变化。只见肉身随着金球的碎裂，在仙力的冲击下，所有经脉全部粉碎，整个身体如同空架子，只有仙力充斥其中。肉身的皮肤汗毛孔全部张开，一丝丝仙力从中钻出，环绕身体四周，呈现出仙气缭绕的景象。少顷，这些从汗毛孔钻出的仙力又顺着肉身的口鼻七窍钻入体内，如此循环往复。渐渐的，王林的肉身变得如同水晶一般透明，他身上的衣衫也好似融化一般慢慢消失，只留下2个储物袋落在身下。在他体内，仙力逐渐凝结成一条条经脉，这些经脉完全由仙力构成，自然适合仙力流转。他的身体血肉也发生了变化，蕴含了一丝仙力。此刻他整个人看起来宛如仙人。这一内外改造的过程持续了很久，在此期间，王林的元神始终飘在肉身上方。他多次尝试进入肉身，但都被阻止在外，仿佛这肉身不再属于他。这一天，王林的肉身散发出一股奇异的香气，这香气极为诱人，好似灵物出土。香气透过洞府飘散而出，在洞府外打坐的遁天蓦然睁开双眼，眼中露出赞赏之色，自语道：鹰变第1步的肉身凝化完成了，接下来就是第2步元神凝练。他双手掐诀，向四周按去，一道黑芒闪烁，将洞府四周包裹起来，形成一个密封之地，阻止香气扩散。鹰变修士完成第1步后，这香气会引来一些厉害的妖兽和厉魂夺舍。不过，炼魂宗是操控魂魄的行家，那些厉魂若来，正好被尊魂幡吸收。至于妖兽，有炼魂宗的护山大阵阻拦，整个朱雀星上能让遁天退却的妖兽还未出现。对于王林来说，有遁天护法，鹰变这一险恶关卡无需担心，但对于散修和门派实力不足的人来说，却是极为致命的。鹰变期间，修士全身毫无防备，尤其是元神被冲击离体，肉身空虚，若有厉害的魂魄，便可能趁机夺舍或吞噬身体。甚至一些妖兽也对刚刚鹰变肉身大成的身体感兴趣，在他们眼中，这身体就是天才地宝，吞噬后可增加神通。若元神回到身体，肉身的灵力涌动，对这些妖兽就没有吸引力了。洞府内，王林元神一挥，地上的储物袋打开，大量仙玉飞出落在四周，阵阵仙力涌现。这一次，仙力不再被肉身吸收，而是全部凝结在元神旁边，滋润着元神。一股极为舒爽的感觉涌上王林心头，他能感觉到，随着灵力的融入，元神渐渐变大，变凝实。这一刻，王林福至心灵，他知道，当元神彻底凝实后，便会与肉身合一，至此鹰变成功。凝实元神的过程较为漫长。在洞府外，遁天双目闪动，右手一挥，尊魂幡内飞出一个紫金主魂，抓住一个全身散发浓密黑雾的孤魂力魄，拽回到魂幡内。这已经是第19个了，都是化神魂魄，可惜没有出现鹰变魂魄，否则魂幡内主魂又可多出一个。遁天嘀咕道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紫金之芒从远处闪烁而来，护山大阵没有阻拦，这道光芒直奔洞府而来。遁天双目一亮，哈哈一笑，护山大阵早已被他操控，不阻拦魂魄进入，所以这魂魄才能顺利到来。来得好！遁天眼中金芒爆射，身子站起，右手虚空一抓，向那冲来的紫金魂魄抓去。那紫金魂魄一闪，避开遁天的手掌，向着洞府扑去。眼看魂魄就要进入洞府，遁天目光闪动，一步横跨而出，站在魂魄身前，笑道：可惜并未到鹰变，只是处于边缘而已，你跑不掉的。说着，他右手掐诀，向前一指，
顿时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在身前。回旋！遁天大喝，那魂魄发出一声厉啸，迅速后退，但遁天更快一步，喝道：“收！”庞大的吸力从漩涡内涌出，那紫金魂魄身不由己地被吸向漩涡。遁天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但就在这时，炼魂宗的护山大阵传来一声巨大的轰击声，整个大阵瞬间化作碎片，彻底崩溃。这巨大的声响惊天动地，传遍整个炼魂宗，宗内的3座山峰也轰然一颤，落下无数碎石，山体出现大片龟裂，弟子们纷纷惊骇。只见天空中出现一个身穿红袍的火红身影，散发着难以想象的强大气息。这一刻，天地失色，唯有此影存在。朱雀子，遁天面色极为难看，他无暇再与那魂魄纠缠，右手一挥，11亿尊魂幡在手，一抖之下收起那魂魄。遁天，朱雀子身穿一袭火红长袍，头发无风自动，尽管样子有些苍老，但目光如炬，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。他随意地站在那里，整个天地便暗淡无光，所有光芒都照耀在他的红色衣衫上，衬托出他睥睨朱雀星的强大气息。在他身上感受不到半点灵力，甚至连仙力都察觉不到。然而面对他，即便是问鼎初期的修士也会败退，问鼎中期的老怪也会不由自主的后退。他便是朱雀星上目前唯一的问鼎后期大神通者，是朱雀星的真正主宰。当年我朱雀国与你炼魂宗有约，这11亿尊魂幡在朱雀国危机之际，你炼魂宗必须借出。今日老夫来借此幡，遁天，拿来。朱雀子语气平淡的说道。放屁！遁天深吸一口气，握紧11亿尊魂幡，瞪着朱雀子，喝道：“老子怎么从未听说过我炼魂宗与你朱雀国有约？朱雀老贼，你若想抢，直接来拿就是，不必摆出那副恶心的姿态。”朱雀子看了遁天一眼，微微摇头，叹息道：“此事是一代朱雀与你炼魂宗始祖协定之事，你不知晓，但老夫从典籍中了解此事。今日老夫并非是抢，而是借。”说着，他大手向前一抓，顿时天地变色，一道道红芒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，化作一只火红色的大手向遁天按去。老贼！遁天大吼，手中11亿尊魂幡一抖，10亿魂魄呼啸而出，除第4魂之外的35主魂也迅猛冲出。方圆100里之内被一道道黑色的魂魄覆盖，传来阵阵凄厉的吼叫和嘶鸣，集合了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10亿魂魄的声音，比任何音波法宝都要强大数倍。轰鸣声中，100里之内的大地出现阵阵龟裂，数个山脉崩溃坍塌。35主魂表情狰狞，冲上去将朱雀子以神通幻化出的红色大手撕成碎片，然后恶狠狠地盯着朱雀子。遁天，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老夫只有替你炼魂宗历代始祖对你略施教训。10亿尊魂幡，老夫说借便是借，定会还你。朱雀子看着四周呼啸的魂魄，双眼瞳孔微微一缩，平淡地说道：“借？你要借多久？”遁天大笑，眼中充满嘲笑。朱雀子面色从容，说道：“借我朱雀国万年，万年后自会归还。朱雀老贼，我炼魂宗有一句祖训：幡在人在。你若想借，可以出手。”遁天眼中寒芒一闪，双手掐诀向前虚点，凝。顿时，四周的10亿魂魄迅速收缩，分别凝结到35个主魂内。紧接着，35个主魂又彼此融合。朱雀子目光闪动，他不能允许这种融合继续下去。右手虚空一抓，一根红色的羽毛出现在手中。他拿着羽毛向前一送，羽毛燃烧起来，发出幽光。朱雀圣火！朱雀子沧桑的声音传来。顿时，燃烧的羽毛一颤，砰的一声崩溃，一道狂猛至极的火焰以羽毛为中心，疯狂地四散开来，眨眼间便包裹了方圆100里。100里之内被火焰笼罩，这火焰的威力无法想象。炼魂宗的3座山峰居然被生生炼化，留下无数黑色的粘稠液体，但这些液体刚一出现，便立刻气化，甚至亡灵闭关的洞府也在这火焰下消失，亡灵也一同失踪。整个炼魂宗在瞬间消失在朱雀星，所有弟子无一存活，就连那3个尚未出手、藏身在金环内的化神修士也未能逃过此劫。还有那正要融合的35个主魂，此刻也被火焰包裹，散发出阵阵黑烟，露出痛苦的表情。朱雀火！遁天面色极为难看，他身体四周飞旋着3枚古色玉简，散发着柔和之光，堪堪阻拦住火焰的侵袭。遁天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老夫本不想出手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怪不得老夫。朱雀子面色平和地说道。遁天深吸一口气，咬破舌尖，喷出一大口鲜血，盘膝坐地，双手掐诀，口中喝道：“魂遁。”遁天并非他的本名，而是道号，由他师尊所赐。之所以带有遁字，正如他之前对亡灵所说，
每一代11尊魂幡的持有者都有不同的使用方式，他的方式便是遁。35个主魂身上闪烁青光，一闪间消失在原地，居然从炙热的朱雀圣火中遁出，出现在遁天身前。咦？朱雀子眼中露出惊讶之色。融！遁天再次喷出一口鲜血，落在身前的一个主魂上。顿时，这个主魂身子一颤，其余34个主魂立刻融入他的体内。眨眼间，一股足以与朱雀子抗衡的气势出现。这一刻，天空好似被一分为二，左边红颜滔天，代表着朱雀子；右边黑芒碎空，代表着35个主魂和11个魂魄凝结而成的问鼎后期魂魄。这魂魄一现身，右手冲着地面一挥，100里之内的火焰被疯狂扫动，右边的火焰全部被席卷到左边。与天空一样，地面上也是红黑分明。朱雀子眼中瞳孔一收，面色有些难看，盯着问鼎后期魂魄，缓缓说道：“不错，仅仅拥有此能力，这尊魂幡便可称之为我朱雀星的异宝。”遁天面色苍白，他寿元本就只剩1年多，此刻使用魂幡的大融合之术，身体已然油尽灯枯。他目露寒芒，轻声道：“杀了他！”那问鼎后期魂魄身子未动，右手向前一挥，天空传来一阵霹雳，100里之外的云层向着此地凝聚，转眼化作人形。这个肉身由云所化，但看上去与常人无异。问鼎魂魄脚下一踏，与云人融合，云人睁开双眼，目光深幽，盯着朱雀子。化云成体，果然是问鼎后期的手段。不过，你毕竟是融合而成，我看你能维持多长时间？朱雀子面色难看。说完，他右手虚空一按，一道红芒闪烁，一把手掌长短的红色小剑出现在身前。此剑一现，地面的火焰好似被吸扯一般，从地面升起，融入剑内。此剑本名无人知晓，自一代朱雀得到后，便赐名朱雀剑。朱雀子说着，右手在剑上一点，那飞剑化作一道红芒，其上涌现庞大的仙力。这一剑与真正的仙人之剑已无限接近。此剑是仙宝！云人目光一闪，右手一挥，整只右臂脱离身体，在身前蓦然一变，化作一把白色的飞剑。此剑大小样子与朱雀剑除颜色外一模一样，甚至其上散发的仙力也同样庞大。他一点之下，白色小剑呼啸而出，红白双剑如流星般撞击在一起，轰鸣声中，白色飞剑不敌，节节败退，但朱雀剑也被白色小剑的仙力冲击，速度略缓。云人盯着朱雀子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身子一动，整个身子崩溃，化作8把与之前飞剑一模一样的小剑，其上同样涌现庞大仙力。一动之下，8把飞剑冲向朱雀剑3把，剩余5把闪电般冲向朱雀子。朱雀子面色难看，退后数丈，一拍储物袋，手中多出一个红色的葫芦。他口中念念有词，迅速喝道：“收！”5把飞剑被一股大力笼罩，全部向着葫芦涌去，转眼间被收入其内。朱雀子目光一闪，正要以葫芦继续收剩余4把飞剑，忽然葫芦内传来阵阵咔咔声，紧接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声响传来，砰的一下，葫芦碎裂，5把无坚不摧的飞剑钻出，毫不犹豫地刺向朱雀子。同时，与朱雀剑缠斗的4把飞剑也得到召唤，甩开朱雀剑，疯狂地闪烁而来。朱雀子面色大变，身子在退。他并非不敌，而是这魂幡幻化而成的问鼎魂魄的攻击充满死亡气息。与他拼斗，他虽有把握取胜，但最终难免受伤。如今他寿元所剩不多，一旦受伤，定会减少寿命。另外，仙夷族的第2次大阵已经展开，此时受伤将万劫不复。只是他想退，可云人化作的9把飞剑比闪电还快，瞬间来临。朱雀子目光阴沉，右手掐诀，在身前虚空画出一个奇异的印诀。这印诀一现，一股庞大的气息笼罩他全身。此刻，飞剑来临，轰的一声巨响，震惊天地，动彻整个朱雀大陆。朱雀子的身子好似流星一般迅速后退，他身前的印诀崩溃消散。他的身子虽未受伤，但面色苍白，之前的飘逸之色消失殆尽。9把飞剑消失，重新化作一道道魂魄，弥漫在天地之间。遁天望着眼前的一幕，口中苦涩地说道：“朱雀玄印。”朱雀玄印只有每一代朱雀子才可以学习的神通之术。此竹并非修炼而成，而是每一代朱雀子在一代朱雀之墓内，从一代朱雀遗物中感悟而出。此印并非一代朱雀创造，而是在成为6级修真国后，由修真联盟赐予的神通。这朱雀玄印，修炼之下不会提升修为，但却拥有强大而不可思议的玄妙。这印诀只有2个，一为攻，一为守。攻可谓无坚不摧，守比朱雀旗阵笼罩一人还要强大一分。此印诀不知修真联盟以何种手段创造，一个6级修真星上，每一代只有1人可以掌握，一旦掌握，除非此人死亡，否则绝不会有第2人学会。
即便是上一代朱雀子，在下一代朱雀子掌握此印诀后，也会丧失印诀的神通。传闻中，使用这朱雀印会造成某种损耗，但具体如何，只有修炼了此印诀的人才知晓。朱雀子刚才所用，便是首字印诀。云人消散，遁天面色苍白，盯着朱雀子，忽然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老夫寿元断尽之前，能看到你这老贼如此狼狈的一幕，倒也痛快。”朱雀子面色难看，喘着粗气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他实在不愿使用朱雀玄印，尤其是公自诀，更是不愿用出。他要保持巅峰状态，与仙彝族一战。遁天，你炼魂宗本是我朱雀一脉，数万年前炼魂宗的先祖也曾与一代朱雀共同迎战仙彝族。今日你何必如此冥顽不灵？交出尊魂幡，我为你重建山门，重新招纳弟子，甚至可以为你炼魂宗自成一国。遁天目光闪动，嘿嘿笑道：“朱雀老贼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害怕受伤，否则刚才也不会如此狼狈。仙彝族大战已经开始，你不去战场坐镇，跑到这里，怕是也待不了多长时间。”朱雀子眉头一皱，冰冷地说道：“仙彝族的11叶老祖虽强，但老夫还有一个绝杀之法，此方法一出，仙彝族必死无疑。遁天，我问你最后一句，尊魂幡，你交不交？”遁天眼中寒芒一闪，深吸一口气，右手虚空一晃，10亿尊魂幡上闪烁一点紫金之芒，此芒明暗不定。朱雀老贼，我劝你尽快离开，不要逼我用出第4魂。遁天的声音透着一丝决然。朱雀子表面面色难看，但内心却冷笑。他此番来此，等的就是那第4魂出现。实际上，与尊魂幡相比，他此次所图正是那第4魂。